一开始问大家2个问题，你一定要认真回答哦，因为这2个问题呢会牵涉到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提高投资回报的2大因素。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到新闻要降利息了，对股票市场会怎么样呢？第二个，如果你看到新闻 GDP 很糟糕了，对股票市场会怎么样呢？你可以暂停这个视频一下，在下面的留言区把你的答案写下来。写好答案了吗？那我们来看一看，事实上股票市场的变化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2020年年初的时候，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并且迅速的传染到全世界。美国联邦储备局在3月3号紧急的降低利息 0.5%。那降息不是应该对股票市场好的吗？但美国股票市场在之后的15天完全的崩盘， NASDAQ 指数在这15天之内跌了超过26%，股灾好像来临了。而且我们看到美国的 GDP 在第1个季度下降5%，在第2个季度环比下降32%，是不是大灾难？结果股票市场在3月中开始一口气涨了144%，我成功的在那个时候捕捉到这个调整的底，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不光是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学生也成功的捕捉到超过10个翻了1倍、2倍甚至3倍的股票。想不想知道中间的原因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订阅和赞好我这个视频的话，赶快做一下咯。当时为什么我会这么样成功的捕捉到底呢？我们来重温一下。影响股票市场的有3大因素，一方面是经济好了，盈利多了，股票就会涨了；另外一方面，未来的钱因为有通胀，要有一个折现率，折现到今天就没有那么值钱了。所以我们看到，当经济好的时候，可能接着下来就会通胀，然后就会加息。加息不利股票，经济好有利股票，其实它们是对冲的。相反来说，经济不好的时候，世界的央行、美联储等等就会降息。降息的话，这个折现率下来了，有利股票。经济好，当然他们的盈利涨了，股票市场好了，但是经济好也会使到利息加了，使到这个折现率上去了，股票市场下来了。其实同样事情看你是怎么看。如果我们看的是好的那一边，哇，企业盈利好了，经济增长了，高成长股了，我们有很多的资金去高追它，它的股价自然会涨了。同样的事情我们转到这边来看了，哇，经济好了，会有通胀了，要加息了，这个时候呢，股票市场就不好了。以前我们高追的成长股在加息的环境里面会跌的比一般的股票会更多。所以大家看到，其实取决一个股票涨还是跌的有经济和盈利的因素，有通胀和加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整个市场的焦点是放在乐观的还是恐惧的，乐观的还是悲观的。第3个因素才是取决一个股票市场波动的关键。市场的情绪可以是乐观，可以是悲观，其实中间是有整个波幅，从极度的乐观，我们叫 euphoric 心快，到极度的悲观，我们叫沮丧 depression， 中间是有一个情绪的周期。如果我们跟着这个情绪周期一步一步走的话，我们就能预料推算到什么时候到底。我们马上来看一看今年股票市场的走势怎么套用在这个情绪的波动里面。2021年的12月的时候，当时候股票市场是很高很高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在 euphoria 心快的时候。心快的一个特征呢，是大家普遍就觉得股票市场是不会跌的啦，美股不会跌的啦，我们 all in， 我们甚至借钱去买。市场里面也特别多的股神，他们谁都在分享如何炒股可以致富，使到大家心很红啊。 all in all in， 胜耶耶耶，加码 all in， 借钱
all in。这个时候很多资金进入了市场里面，我们谁都知道这个市场已经是过热了，但是谁都不舍得离开，这个就是新快的时候。当时我看到了这个市场 crazy 的时候，我就说了美股调整会很快到了啊。其实我在11月就叫大家要小心美股了，已经涨得太多了。大家如果回看我当时的 YouTube 视频的话，我11月份说 NVIDIA 的时候已经讲到，虽然我看好 NVIDIA， 但是美股已经很高很高。到了12月的时候是我觉得更加高的时候，我预测到了2022年会调整了，果然开始调整了。那从 Euphoria 新快下来的第一个阶段呢是 denial 否认，在这个时候呢，股票市场跌了一段时间了，但大多数的大众会否认的。这是幻觉，效果不倒的，这是少少的调整，马上涨回的，现在难得的机会 ，all in 抄底 ，buy on dip。Dollar cost averaging， 耶！这个时候呢，跌了之后又会反弹一下，结果又会跌下来。这个反弹直到3月份有了一个高潮，之后又再跌下来了。到了4月、5月继续跌下来的时候，到了下一个情绪了 ，anxiety 焦虑了。大家有没有试过，或者知道身边有没有人？哇，美股天天跌啊！哇，港股天天跌啊！哇，中概股要 delist 要除牌了，好焦虑。哎呀，这个股票跌了好多了，整个大盘跌了好多了。哎呀，我好多钱在里面被套住了，应该怎么办呢？应不应该放走呢？应不应该？现在放走又好像，明天又怎么办呢？他们这个时候的焦点已经不是在这个科技如何可以改变世界，这家公司如何可以占领整个市场，而是说，哎呀，这个公司有什么麻烦呢？那公司会不会出问题啦？都是在焦虑的时候。再下一个时候呢，到 fear。非常的恐惧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很多人都在怕，哎呀，股债会不会跌一半呢？哎呀，又要加息啦，又要缩表啦，怎么办呢？哇，股票还会不会大跌啊？真正的大盘还没有跌怎么办？当然这个之后还会沮丧 depression， 炒股票已经炒到没有胃口啦，睡不着觉啦，精神焦虑啦，甚至到了 panic， 任何一个消息可以股票市场跌上 5%、10%， 个别的股票可以跌上 30%、40%、50%，到了最后是一个 capitulation， 到了最后的最后，整个市场都是 maximum pessimism， 过度的恐惧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股票市场可能就到底了啊！著名的投资者 Templeton 他讲过，在市场绝对悲观的时候 maximum pessimism 的时候，这是买股票最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熊市就到底了，新的一个牛市就慢慢开始成长了。那大家觉得现在我们在这一个下坡路的哪一点呢？在这里呢，大家小心一个陷阱，叫牛陷阱 bull trap， 不同地方会讲不同的，有人讲是多头陷阱，有人讲是牛市陷阱，我觉得是牛陷阱，因为在这个阶段已经不是牛市了，而是熊市，熊市里面的牛陷阱。什么叫牛陷阱呢？在这个下滑的阶段里面，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有那些看好的牛觉得到底了，可以捞底了，抄底了，这个时候资金打进去，股票市场就会反弹。他们觉得，你看我是不是看对了，再加码的去捞底，这个时候股票市场又涨了一点了，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熊市好像已经到底了。以前在 sideline 旁观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冲入市场里面了。这个时候股票市场会有一个小阳春，会反弹一下，但是呢，反弹之后还是有其他的因素使到这个股票市场重新下滑下跌，而之前进去的那些牛仔就像跌进了陷阱一样，被套住了，被弄死了啊！现实生活是比理论更残酷。理论世界的那幅图里面，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牛陷阱，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个牛陷阱。没有人有水晶球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个牛陷阱。我们看到今年的3月份是第一个牛陷阱，当时股票市场涨了好多，我觉得does not make sense， 不合理，结果真的是
跌了啊，跌到了最近这一个星期呢，股票市场又反弹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短期内股票市场超卖了，超卖之后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这时候又有很多人以为大势又到底了，要来抄底了，这时候又反弹了，可能是第二个牛陷阱。到底这一次有多少个牛陷阱呢？我们要密切留意整体的刚才所说的那个情绪到了哪一点啊？我们观察这个情绪的周期虽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也有很多的可能性会看漏或者看错。给大家第二个锦囊妙计，就是我们要专注起飞的行业，专注非常优秀的企业，因为时间会让这些优秀的企业把握科技带来的机会，把握市场改变带来的机会，而且在竞争当中他们成长，霸占了整个市场。当我们配合牛熊周期，在专注成长的行业和优秀的企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倍增甚至是3倍、4倍、10倍增长的股票。那当我们找到这些股票之后，我们的投资回报平均来说就会跑赢股票市场长远大盘的回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道理其实是很简单，只要大家多点观察，多点思考，多点练习，一样可以做到很好的成绩。相反来说，光看经济数据，光看利息走势，这世界上有很多经济学的教授、经济学的专家，如果光看这些经济数据就可以投资回报很好的话，那经济学的教授应该是最发达的。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真正的可以把学术活学活用，简单化，变成一个 common sense， 观察之后用得出来，这才是真正股神的性格。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还想知道多一点我如何观察股票市场的走势，做到低买高估，那在下面的资讯栏你会找到一个连接，我检测了一套精华课程，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更加好的把握股票市场的波动，做到低买高估赚大钱。那我们下次再见。